公园里突然出现2名女子正在拍照，注意看这位金发女郎，她绝对是你见过最漂亮的女孩。就在男子想上前一睹芳容时，突然一张狗脸钻了过来，男子被吓得当场晕倒。瞧她金色飘逸的长发，外加修长美丽的身姿，此时的你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？虽然狗子看起来十分漂亮，但你千万别被她的颜值所迷惑，因为这种阿富汗猎犬性格极其古怪，养它等于请了一个小祖宗回家。女主人每天帮它梳理3次毛发，可它还是一脸嫌弃的表情。一般到了饭点，其他狗狗都是马上赶来，而这位躺在床上的金发女郎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她也不肯理你。没办法，主人只好亲自来请，苦口婆心的劝她起床吃饭。可显然优雅的公主并不给她面子，最终主人只能抱着她去厨房就餐了。狗狗名为小美，虽然不像二哈一样拆家，但却热衷于蹦迪，总是喜欢在家里跳来跳去。当然，如果遇见自己喜欢的人，小美就会表现得十分温顺乖巧。她会用眼神暗示对方摸摸自己，达到目的后，她就像小鸟依人似的趴在小哥腿上。由于小美的颜值过高，每次出去时都会引来一大批的追求者。一只单身了8年的狗狗看见小美后，已经情不自禁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可高颜值的小美又怎么能瞧得上这些歪瓜裂枣呢？她只能用逃避来委婉的诠释拒绝。可最终她还是受不了了，一气之下，小美直接翻越围栏，并告诉对方自己和他们是2个世界的平行线。这已经是小美第23次相亲了，难道高颜值也是一种错吗？面对又一次相亲失败的狗子，主人也很无奈，他连忙上前抱住小美，并表示接下来一定给她安排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。回到家的小美一边泡澡一边和闺蜜讲述着白天相亲的经历。女主人告诉我们，小美睡觉之前必须要人哄着才能入睡，所以她每天都会给狗狗哼唱摇篮曲。主人说其实自己也很累，但养这种狗就得花费大量的心思。不过这种犬类是在我国禁止饲养的，别看它颜值很高，性格可没那么温顺，所以时常会伴有一定的攻击性。然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狗子睡在卧室的大床，而主人却在客厅打地铺，这番操作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这只母猩猩单身了35年，因为长期找不到对象得了抑郁症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就琢磨着能找个男朋友缓解下寂寞。看见游客成双结对的来看自己，母猩猩气得脸都黑了。饲养员看他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于是从国外找来了一个英国小伙，这满身的腱子肉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气息，英俊潇洒的外表瞬间就俘获了母猩猩的内心。可小伙就不乐意了，饲养员说给自己找个姐姐，可对方比自己大了整整15岁，这都快赶上我奶奶的岁数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板正的小伙，母猩猩看得2眼直冒光。初来乍到的小伙有些羞涩，躲在墙角也不说话。母猩猩见状决定主动出击，但这番炙热的爱可把小伙吓得不轻，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，本想观察一下对方有没有追过来，不料母猩猩直接给小伙送出一记飞吻，还在他面前疯狂展示自己的身材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小伙也是有点蒙圈，第一次见到这么主动的，奈何自己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。此时小伙默默祈祷饲养员把自己弄出去，见小伙一点反应没有，母猩猩这下急了，拎着个麻袋就想将小伙就地正法。小伙当即展开反击，8字还没一撇呢就想进入主题。然而母猩猩并不打算罢手，继续发起强烈攻势。可没想到这小伙是个不解风情的直男，对着人家就是一顿天马流星拳。郁闷之极的母猩猩只能靠拔草缓解尴尬，但转念一想，可能是自己太猴急了，于是他找了根木棒，打算跳一段钢管舞给小伙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呗，小伙顿时就有点慌了。难怪妈妈从小就说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，于是小伙赶紧找了根木棍防身。饲养员看这气氛有点紧张，马上端出了果盘，想让他们一起共进午餐，顺便升温一下感情。可小伙压根没那个心思，为了不让母猩猩纠缠自己，小伙几分钟就把食物造了个精光，一点也没给人家留。母猩猩一看这小伙饭量大，身体又好，连吃饭的姿势都帅得掉渣，这不就是我的猩猩王子吗？小伙真是越想越气，漂洋过海跑了几千里来相亲，没想到等待自己的不是漂亮姐姐，这不是纯纯套路我吗？母猩猩也想明白了，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反正在我的地盘上他也跑不了，那就慢慢处呗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母猩猩展开了各种软磨硬泡。这天他鼓足勇气，嘴里叼了一朵花，并且不停地向小伙抛去媚眼，然后欲擒故纵地走进了屋里。在母猩猩的多番攻势下，小伙最终还是没能把持住，两只猩猩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，咱们就不看了，感谢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只狗看似忠厚老实，背地里却是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妥妥的渣狗子。家里怀孕的老婆他不管，一心只想着偷偷出去干坏事。对于每天早出晚归的狗子，主人也很好奇，于是给他装上了摄像机。可拍到的画面却令主人震惊不已。这天他将怀孕的老婆哄睡后，便急不可耐地开始扒门。打开门的狗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才出现在家门口附近。对于丈夫整夜未归，担心一晚上的妻子难免有些怀疑。可经过仔细检查后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最终他只能选择了相信，
主人发现狗子每次回来后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似乎整个身体都很疲惫，而且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叼饭盆，暗示主人自己需要补一补。然而主人却并不知道，这家伙嘴里吃着狗粮，心里却惦记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吃饱喝足的狗子片刻没有停留，转身又跑了出去，一直到了晚上他才晃晃悠悠走了回来，并且身上还弄得一团脏。主人不断质问着他，外面到底有什么业务这么忙呢？每天早出晚归，连怀孕的老婆都不管不顾了。面对主人的指责，深知理亏的狗子却装起了糊涂，还摇尾乞怜地讨好主人。果然家主也很吃这一套，但狗子每天夜不归宿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主人决定给他带上摄像机，看看他每天在外面到底在干什么。趁狗子外出的功夫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，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里面有冷艳秘书、黑丝女仆、热情护士、魅力空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百款女友任你挑，赶紧试试吧。第二天一早，狗子像往常一样回来，此时主人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。只见他一路翻山越岭后来到了山脚下的一户人家，此时一只母狗热情地迎了上来，两狗含情脉脉一番后，狗子转身又跑去和另一只母狗卿卿我我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几分钟后，又一只小白狗出现在了画面里。此时的主人已经彻底懵了，原来自家的狗子竟是一个海王，怪不得每天回来后都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。得知自己的秘密被发现，狗子害羞地低下了头。然而这还没完，接下来还有第4只、第5只，他甚至还找了只金色毛发的女友。狗子知道这下免不了主人的唠叨，所以故意装睡了过去。然而一旁的妻子小黑还被蒙在鼓里，但为了狗子的家庭和睦，主人并没有告诉小黑，而是选择带上他去登门道歉。可狗子可不管这些，刚进家门，两狗就温存了起来。主人通过大婶的交谈得知，原来自家的狗子不仅谈了女朋友，还和大婶家的狗生了一窝宝宝。听到这里的主人说了声抱歉，并且让狗子鞠上一躬表示歉意。而大婶的一番话更是让主人颠覆了三观，因为他不仅在这里有狗仔，由于狗子喜欢四处留情，整个村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，基本都有他的孩子。主人对着狗子就是一顿批评教育，话说自己做梦都想找个对象，可狗子的女友却多得数不过来，这让主人很是郁闷。没想到就连回家的路上，他都能轻松搭讪一条小黑狗，这技术堪称狗界的祖师爷。随后狗子被强行拉了回去，并且次日就帮他做了绝育。没了念想的渣狗自然不再出去，最后曾经的浪子回头，与老婆一起过上了美满的幸福生活。家里的猫天天坐着月子，但主人却从未见过他的孩子。明明已经生了小猫，可主人愣是找了1个月也没发现小猫的踪影。猫咪名为小五，每天到了哺乳的时间，它就在门口喵喵叫个不停。主人看它一副着急的样子，没办法，也只好将它放了出去。但小五每回都很谨慎，总是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自己。几小时后，他又悄悄咪咪出现在了家门口。好奇的女主决定给小五带上摄像机一探究竟，可观察了一天，却连个小猫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小五以前是只流浪猫，所以她很可能把孩子藏在附近的某个角落里。不甘心的女主打算继续观察，她坚信小五肯定在外面偷偷养孩子，但从画面中并未发现什么异常，本以为又是毫无收获。可当小五回家时，镜头里突然多出了3只小奶猫，看样子只有1个月大小。女主确定这就是小五偷养的孩子，她立马赶了过来，然而小猫却不见了踪影，难不成自己出现幻觉了？而此时小五却装成一副不知情的样子，舔着毛发。为了让小猫们再次现身，女主转身躲了起来。小五仔细观察后确定主人不在了，他马上朝着身后喵喵叫了几声。发完信号的小五走到了一旁，结果不一会儿从缝隙中探出了一个小脑袋，原来他一直把孩子藏在柜子的后面。3只小奶猫欢快地玩了起来，而猫妈妈则在一旁放风。突然主人再次现身，小五连忙发出喵叫信号，收到消息的孩子们迅速躲了起来。主人一把抓起小五，想不到他竟一直把孩子藏在自家的店里。此时的小五有些慌了，主人很快就找到了小猫们的藏身之所。节目组拿来内窥镜进行观察，果然发现了3只小奶猫，几个小家伙害怕地蜷缩在角落里。女主表示自己从没在店里听见过小猫们的叫声，所以一直以为她把孩子藏在了外面。此时小五满脑子疑问，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？节目组找来铁网将4面围上，并且在里面放上美味的食物引诱小猫。小五观察一番后径直走进了笼内，随后吃了几口猫粮，确定没问题后马上给孩子们发出信号。接收到信号的小猫们一只只都跑了出来，很快3只奶猫都聚齐了。小五告诉孩子们赶快去吃，而自己则留在外面望风。可当关上笼门时，却被猫妈妈的身体卡住了。幸好小五没怎么在意，向前走了几步后，笼门才顺利关上。此时女主突然出现，3只小猫被吓得上蹿下跳，争先恐后想要逃出去。为了小家伙们的健康着想，女主打算将它们送去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小猫们都很健康，但猫妈妈却严重缺钙，因为她一直都在用母乳喂养孩子。其实小猫们早就该断奶了，因为担心人类会伤害自己的宝宝，所以猫妈妈选择将孩子藏了起来。
只有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，她才会悄悄地喂养小猫。第二天，女主把猫妈妈一家4口全部带回了家，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猫爬架。小猫们不用再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了。虽说小五的演技被揭穿了，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母爱的伟大。每一位母亲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守护着孩子，或许这便是爱的诠释。家里养了只会抓鱼的狗，每天抓的鱼多到吃不完。只见它纵身一跃，扑通跳进了水里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狗狗的嘴里已经多了一条鱼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小黑特别喜欢抓鱼，像这么大的鱼，它一会儿就能抓上满满一桶。但奇怪的是，自家的狗狗并不喜欢吃鱼，每次抓上来鱼后，小黑都会把鱼丢到岸边，等待主人拾起来。而它的捕鱼经验也是相当丰富，一双灵活的爪子配合锋利的牙齿，仅需几秒的时间便能轻松捕获一条大鱼。但小黑却并不喜欢吃鱼，这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。狗狗神奇的抓鱼技术让一旁的钓鱼小哥很是羡慕。小哥说自己钓一条鱼的时间，他都可以抓一桶了。大姐告诉我们，小黑对抓鱼情有独钟，尤其是看见有人在河边钓鱼，他更是急得不行。如果不放他出去抓鱼，他就一直吵个不停。奔向鱼塘的小黑比相亲还要开心。村里的人都羡慕大姐养了条会抓鱼的狗，可大姐对此却很苦恼，因为自己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，全家上下已经吃得不想再吃了。但为了迎合小黑的喜好，大姐也只能每天含泪吃鱼了。可狗狗为什么这么喜欢抓鱼呢？专家表示，猎狗天生喜欢玩水和捕猎，所以这是由环境和基因所导致的。如果带上这样的一条狗去钓鱼，肯定会收获满满。靠颜值吃饭的他却没想到被拒绝的怀疑喵生，可他并没有放弃，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嫁入豪门。于是他开始对母女2人展开疯狂的追逐。被这么一个老色批盯上，小姐姐明显被吓得不轻，可即便到了家门口，她还一直跟着。于是在门外发出可怜巴巴的喵叫声，似乎在祈求丈母娘给自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心软的丈母娘最终还是打开了房门，进来后的猫咪大摇大摆地巡视着房间的一切，丝毫没有把自己当成外来户，忍不住追了上去。望着紧闭的大门，猫咪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本以为它就此放弃了，没曾想它居然下定决心要做一只舔猫，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片痴心感动小姐姐。另一边，他把目光放在了心软的丈母娘身上，并且还主动当起了贴身保镖，寸步不离地跟在家主身后。此时的小白已经被吓得四肢瘫软，眼里充满了无助的恐惧，看着独享主人宠爱的小白，猫咪是越想越生气，它只不过是想有个家呀。看着眼前如此乖巧的猫咪，家主实在不忍心让它再继续流浪了。第二天，节目组和大姐一起帮猫咪寻找主人，经过多番的打听和走访，但始终没能找到猫咪主人的任何音讯。为了防止自家狗狗再次受到伤害，丈母娘只能为它暂时在阳台做了个小窝。1个月后，猫咪的主人终于找上了门，看见主人的猫咪仿佛在说：“怎么才找到我呢？”主人高兴地抚摸着猫咪。大姐告诉我们，猫咪已经走失了2个月了，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它，但始终没有任何的消息，也不知道它在外面过得怎么样。没想到猫咪居然自己又重新找了个家，但丈母娘表示愿意将猫咪还给主人。听到此话的狗子躲在一旁瑟瑟发抖。养宠物的意义不仅是陪伴，更是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怀孕的母猫正冲着一位女士喵喵叫，为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她已经连续80天蹲守在窗外，其目的就是让女主人收留自己。原来在怀孕之前，她就已经和附近的同伴打听过，得知这户人家的女主是个好人，她便下定决心一定要住进这位女士的家里，顺便再送给她一窝可爱的小奶猫。可目前自己怀有身孕，况且外面流浪的生活实在太难了，猫妈妈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让这位女士收留自己。可前几个月女主刚生了宝宝，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着想，女主婉言拒绝了猫妈妈的诉求。可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反而每天加班加点的来窗外喵叫。因为猫界最近广泛流行一句话：遇贵人而得温饱，择一物而享富贵。女主对此也很无奈，她说以前猫咪是几天来一次，可现在她已经赖着不走了，每天只要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猫妈妈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。女主也劝过猫妈妈换一户人家碰瓷，但倔强的猫妈妈似乎认定了女主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里，即便是炎热的天气也未能动摇她的决心。猫妈妈始终相信自己的坚持会有结果，此时觉得收养猫咪的请扣666。每次女主下楼倒垃圾时，猫妈妈都会主动上前献殷勤，可女主并不吃这一套，于是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为了表明决心，她决定直接进入女士家中。看着眼前的环境，猫妈妈很是满意。经过4处的参观后，她走进了一处小屋，随后找了个地方安逸的躺了下去，想象着自己入住后的幸福生活。女主人回来后开始打扫房间卫生，当收拾到衣帽间时，柜子里突然探出了一个小脑袋，这可把女主吓了一跳。而猫妈妈也是识相的逃了出去，毕竟自己没有经过允许就闯进家里有些不礼貌，她决定等待下次机会。猫咪鬼鬼祟祟地躲在暗中观察，当看见女主下楼时，它马上跟了上去。看见坐在车上的狗狗，它有些羡慕，但猫妈妈相信在自己不断的努力下，一定能够打动女主。女主在前面走，她就悄悄咪咪地
跟在身后。就这样，猫妈妈一路护送女主到家门口。夜晚时，女主打开窗户，看见猫妈妈还在楼下蹲守，几声温柔的喵语瞬间融化了女主的内心。看着楚楚可怜的猫咪，她很是心疼，毕竟自己也是做母亲的。很快，女主为猫妈妈送去了食物，猫妈妈吃得很香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此时，怀有身孕的她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。女主表示，其实自己早就想收养猫咪，作为一名母亲，她能够感同身受，但也因为孩子的原因，才会一直将她拒之门外。看着每天苦苦哀求自己的猫咪，女主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她将猫妈妈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也许知道女士的好意，整个检查过程她都非常配合。医生表示，猫妈妈怀了4只小奶猫。看见即将来到世上的小生命，女主最终决定收养这只伟大的猫妈妈。可为什么她就认定了女主会收留自己呢？原来不久前，女主曾收留过附近的一只母猫，并且还帮助她成功分娩。女主的事迹在猫圈中广泛流传，怀孕的猫妈妈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便主动找上了门。如今她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，自己的孩子也不用再过流浪的生活了。女主特意为猫咪搭建了一个梯子，并且在阳台为它准备了温馨的小窝。至此，猫妈妈结束了流浪的生活。母爱伟大，愿每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，也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。公交车迎来一位特殊的乘客，只见他熟练地跳上了车。恭喜老板发大财，免费乘个公交行不行？猫咪名为小五，它可是这辆537路公交车的常客，每天8点他会准时在车站等公交。附近的大爷们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小五在站点等车。可猫咪要坐车到哪去呢？原来他是在等一个人。看见小五的司机大叔很是高兴，立马安排一套全身按摩表示欢迎，还将他请到了座位上体验一番。大叔告诉我们，别看小五是只流浪猫，它可聪明着呢，不是我开的公交，小五绝不会上车。作为答谢，猫咪带大叔参观了自己的住所。此时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他只有3条腿。几个月前，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右腿。热心的司机大叔帮猫咪做了简单的处理，并且还经常拿来一些食物和水。为了报答大叔，小五便把家搬到了这个站点附近，只为了每天能和大叔见上一面。而大叔也被猫咪的行为所感动，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探望他。每次大叔离开时，小五都会立刻追上去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仿佛在和大叔道别。看见公交缓缓启动后，小五马上跟在后面，可受伤的腿部让他无法走远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叔满是心酸，虽然失去了右腿，但猫咪的生活依旧充满欢乐。他最喜欢大叔送给他的逗猫棒，因为这是小五喵生中的第一份礼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得到了众多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。猫咪总是注视着过往的公交车，寻找着大叔的身影。突然，小五起身朝着公交车跑去，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并不是大叔的车。小五转身就走了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一直等到天黑，一直到深夜，小五还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。此时，一辆公交缓缓停下，小五飞快地冲了过去。他终于等到了大叔来看自己。上了车的猫咪一脸委屈，似乎在说这么晚才过来呢。大叔随即为他拿来了美味的肉罐头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猫咪好奇地四处观望，大叔还陪他玩起了游戏，一人一猫尽情享受着这份独有的快乐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眼看猫咪赖着不走，趁他不注意，大叔快速地关上了门。此时反应过来的小五立刻就追了上来，不断示意大叔给自己开门。大叔挥手与小五道了声晚安，便驱车离开了。小五失落地走回了家中。虽然拥有好心人的照顾，但流浪街边的生活并不如意，附近经常会有流浪猫过来抢夺食物。由于腿部残疾，每天深夜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在角落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五突然消失在了熟悉的位置，大家找了半天也不见猫咪的踪影。得知此事的大叔急忙赶来，几声呼唤后，小五用力地朝着大叔的方向奔来。这是2份相互思念的双向奔赴。见到大叔的小五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望着如此懂事的猫咪，大叔决定给小五一个温暖的家，因为它已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。医生说，由于猫咪的腿部没有经过妥善处理，导致它的后半身出现感染和变形，因此需要进行手术恢复。1周后，小五顺利完成了手术。流落人间的天使终于找到了家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这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位小哥在海边散步时，发现岩石下竟生活着一窝流浪猫。猫咪一家瞪大了眼睛，好奇地观察着小哥。虽然流浪在外，但猫妈妈把每个孩子都照顾得白白净净，每只都是高颜值。很难想象在食物匮乏的海边，它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机车的声音，受到惊吓的猫咪马上躲了起来。不久后，2只小奶猫又爬了出来，也许是第一次看见人类。小猫好奇地打量着小哥，仔细观察才发现猫咪一家的生存环境如此简陋，这里无法遮风挡雨。如果到了冬天，它们又该如何度过呢？这只胆大的小猫一直盯着小哥看，小哥忍不住想要伸手摸下小猫，可它却马上躲进了石缝里。受到惊吓的小猫跑到妈妈的身后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哥。为了方便与猫咪们近距离交流，于是小哥来到另一边观察。
奇怪的是，猫妈妈并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瞪着大眼，一副温柔的样子。但小猫们似乎很害怕自己，无奈自己又不会说喵语，也许担心宝宝们的安全，猫妈妈选择了在隐蔽的石缝里安家。可它为什么不害怕人类呢？原来小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，平时经常在海边喂养流浪猫，久而久之，猫咪便对小哥放松了警惕。虽然不同物种无法交流，但彼此仍能感知对方的善良。看见小猫不断舔着岩石，大概它们应该是饿了。幸好小哥每次包里都会备上一包猫粮，看见食物的猫咪冲着小哥喵喵叫着，随后迅速的从岩石下跳了上来。可发现盘子里一点食物也没有，喵叫了一声又躲了回去，似乎脸上还有点委屈。看见小哥从包里拿出猫粮后，他又转身跑了过来，小哥抓起一把放到了盘子里，随后猫咪开始狼吞虎咽的吃起来。虽然自己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，但猫妈妈却把孩子养得白白净净，这大概就是母爱的伟大之处吧。此时闻到香味的小猫探出小脑袋观察，由于胆子太小，小猫们始终不敢从石缝里出来，于是小哥将食物递给小猫闻了闻，忍不住诱惑的小猫咪还是壮着胆爬了上来。然而另外一只似乎找错了方向，由于是第一次吃猫粮，小猫有些不知如何下嘴。为了让孩子能吃饱，猫妈妈主动走开，将食物留给了小猫。小哥看出母猫的意图后，决定让猫妈妈和小猫们分开进食。将猫粮重新放好后，小哥将2只小猫捞出来继续干饭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。这或许是每个做母亲与生俱来的天性。这边胆小的几只急得喵喵叫，却始终不敢出来。小哥伸手想将它们捞上来，结果小猫们瞬间就跑没了影。趁小猫不注意，小哥抓住机会，总算抓上来一只，本想让它吃顿饱饭，可胆小的猫咪转身就躲回了石缝里，还一脸惊恐地望着小哥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继续寻找其他小猫。此时一只胆大的爬了上来，嘴里还喵喵叫个不停，似乎想让小哥帮帮自己。小哥将它捞起放到了岩石上，果然小猫有些饿了。除了2只小猫在努力干饭，其他的几只始终躲在石缝下不敢出来，这让小哥很是头疼。也许有些动物天生就比较胆小，大概是自己离得太近，小猫们才不敢靠近。于是小哥只好返回路面暗中观察。没想到此时一只三花猫突然出现，看样子应该是孩子们的爸爸。原来他一直在附近观察着小哥。吃饱后，猫妈妈跑去一旁喝水，而猫爸爸则去吃掉剩余的食物。这时小奶猫们也纷纷跑了出来。尽管流浪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房子，也没有餐餐无忧的生活，但他们却有着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彼此的陪伴与守护。简简单单才是幸福的真谛。希望猫咪一家能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，也祝愿每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都能找到心灵的归宿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这只温柔的小猴子用手指轻轻碰了下狗狗。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它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。第一次交朋友的它显得有些羞涩，因为老实，它曾被其他同类欺凌和排挤，导致身体和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。瘫痪的下半身让它只能依靠双手行走，因为无法摆脱那些伤害造成的心理阴影。胆小又自卑的它蜷缩在角落里，样子如同一个可怜兮兮的宝宝。每条生命都向往着自由，而它对外面的世界却有着深深的恐惧。救助人员想带它出去放风，可它却拼命的想要钻回铁笼内。或许他认为那里面才是安全的避风港。为了让小猴子适应外面的世界，救援人员还是强行将他带到了外面。广阔的空间并未让他感觉到自由，相反却是安全感的缺失。他不断搜寻着可以躲避的角落，或许只有这样的角落才能使他安静下来。没办法，工作人员只好让他回到了笼内。由于之前受到同类虐待，小猴子连吃饭都要小心翼翼，他习惯性躲在角落里狼吞虎咽，生怕下一秒食物就被抢走。长时间的抑郁导致他的情绪变得异常焦虑和暴躁，性格更是反复不定，难以琢磨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小猴子会安静地待在角落里，他无法走出内心的阴影和悲伤，就这样一整夜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工作人员听说国外有一只相同遭遇的大猩猩，靠着一只猫治愈了他内心的伤疤，于是工作人员找来一条性格温顺的拉布拉多，希望能够帮助小猴子打开心门。初次见面的他们显得有些羞涩，小猴子轻轻伸出了友谊之手，然而阿布却丝毫没有察觉到。腼腆的小猴子有些莫名的失落，心想着是不是对方不想和自己做朋友。但不久后，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慢慢从陌生到熟悉，友谊的种子也开始在彼此的心里发芽成长。他会在无聊时主动来找阿布倾诉，偶尔也会顽皮地追着阿布陪自己玩耍。贴心的小猴子每天都会帮阿布抓虱子，这一刻他的心扉彻底向阿布敞开。友谊之光不仅治愈了小猴子内心的伤疤，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全感。伴随着友情的深入，他们越来越熟悉，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但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还是有些恐惧。在阿布的鼓励下，小猴子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，但没走几步又害怕地趴在地面上。通过阿布的不断安抚，他重新站了起来。
友谊的力量最终让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不安。转眼到了午饭时间，见到美味的阿布疯狂炫着狗粮，小猴子见到阿布吃的这么香，也忍不住想要尝尝狗粮的味道，结果一吃就上了头。果然狗粮吃起来更香。跨越种族的友谊让他们学会了彼此分享，痛苦的经历和遭遇让我们更加坚强。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愿每个人都能遇见治愈你内心的另一半灵魂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他千辛万苦从垃圾桶翻出一块碎肉，转身却将肉递给了死去的妈妈，而自己每天喝脏水、吃石头和草根，200个小时的日夜守护，只为能等到妈妈醒来的那天。因为只要在妈妈身边，他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流浪。在猫咪的认知里，他觉得妈妈只是睡着了。为了唤醒妈妈，小猫每天都会帮母亲清理毛发，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理自己。当夜幕降临，小猫紧紧依偎在冰冷的身体旁，他试图将自己的体温分享给妈妈，可即便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他始终没能得到妈妈的任何回应。无助的他只能在小巷深处苦苦守候。一位热心的大姐说，之前经常可以见到猫妈妈带着小猫在附近觅食，但最近一直没有看见它们的身影。大家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找，最终在一条小巷里发现了小猫。它害怕的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神无助的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。小哥通过缝隙观察到，猫妈妈的身体已经干枯，显然已经去世多日。可此时离开巷子的小猫去了哪里呢？最终小哥在一处墙角发现了它，小猫正大口喝着管道旁的脏水。喝完水后，它又迅速回到了妈妈身边。没有妈妈的照顾，小猫只能靠喝脏水充饥。即便如此，它仍不分昼夜地守在妈妈身边，用它娇小的身体温暖着母亲那颗冰冷的心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靠着与妈妈一起度过的美好回忆，小猫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。此刻它多么希望妈妈能醒来陪陪自己，可怜年幼的它却只能坚强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。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时，饿了一天的小猫才敢小心翼翼地出去寻找食物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现了它。眼前的一幕着实令人心酸，小猫躲在花坛里正大口吞咽着泥土，接着又找到一棵树根砍了起来。看它的样子真的饿坏了。当门被打开时，猫咪快速逃离了现场。过了许久，街边再次出现了小猫的身影，不知它在哪里捡到了一块碎肉。随后猫咪快速地跑回了家里，它将好不容易找到的肉放在了母亲的身旁。小猫自己靠吃泥土和树根充饥，却将肉留给了妈妈。傻傻的它还期盼着妈妈能再次醒来。就这样，它从夜晚守护到天亮，因为它清晰地记得妈妈以前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。可这样艰难的生活对它来说又能坚持多久呢？看到如此可怜又懂事的小猫，大家决定立刻开展救援行动。然而对于陌生人的靠近，小猫显得十分害怕，它惊慌失措地窜了出来，挣扎着冲着人群嘶吼。最终猫咪被成功救援，它好奇地打量着陌生人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命运。见到小猫被顺利救援后，邻居们都露出了笑容。当看见医生正在处理母猫的尸体时，小猫紧紧注视着妈妈，它一遍又一遍地呼喊。也许是无法接受妈妈的离去，小猫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过躺在地上的母亲。但今后它必须要学会独自生活了。热心的大神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随后小猫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，对于周围陌生的环境，它显得十分害怕。接着医生为猫妈妈进行了检查，令人震惊的是它的胃里装满了各种塑料垃圾。医生表示这是导致母猫死亡的直接原因。然而小猫的检查报告也让所有人惊呆了，因为猫咪的身体里除了泥土、石块和树根，没有其他任何正常的食物。它把能吃的食物全部留给了妈妈。医生说很难相信它能活到现在。工作人员抱着它准备和妈妈做最后的告别。小猫拖着虚弱的身体慢慢爬向妈妈，它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，感受着那份熟悉的温暖和母爱。当医护人员将它抱走后，小猫的目光依旧没有从妈妈身上移开，眼里满是不舍。也许此时它也明白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，哪怕是如此冰冷的怀抱，它也不愿离开。对于它来说，妈妈就是它的一切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爱的完美诠释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两只流浪猫真实演绎了母子情深的博爱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这只橘猫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，随后就找到自己位置坐了下来。猫咪名为小五，它可是这所大学的学霸，每天都会准时准点来教室里上课，迄今为止已经进修4年了。作为学长，小五拥有自己专属的座位。只见他一脸认真地看着黑板，可听着听着，不争气的眼睛就眯了起来。反正又不用考试，索性就美美睡上一觉。到了下课时间，老师还会耐心地提醒他。刚睡醒的猫咪打了个哈欠，突然想起自己还有节计算机课。随后小五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教室，听到老师眉飞色舞地讲着各种编码，猫咪表示很是头疼。虽然小五有些偏科，但老师却说他从不逃课，并且还对猫咪的学习态度竖起了大拇指。听到表扬的小五害羞地把头转了过去。上午的课程结束后，他来到了电梯前。由于是学长，同学们每次都会进行礼让。进入电梯后，小五眼神一瞄，自然就会有同学帮他按下楼层。走出电梯的猫咪来到饮水区，几声喵叫后，马上就会有学妹过来喂水。喝完水后，小五来到饭堂，随便喵叫了一声，很快就有小姐姐为他准备午餐。因为学习要消耗大量的体力，所以猫咪每餐都要吃上2大碗。
偶尔课间也会吃点小零食。午饭之后，猫咪又开始继续上课，但转了一圈发现好像自己走错了课堂，下午应该是音乐课才对啊。转了半小时的猫咪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音乐室。由于这次迟到时间太久，小五很快就被班长请了出去。郁闷至极的小五打算出去散散心，毕竟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学到知识。可猫咪为什么会出现在校园里呢？据知情人讲述，小五的主人以前也是这里的学生，每天都会带上小五一起上课，但毕业之后却没有将他一起带走，至此猫咪就留在了校园里。它还是会每天习惯性的去那些熟悉的教室里上课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猫咪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学长。虽然失去了主人，但猫咪却成了同学们的团宠，大家还特意为它布置了宿舍。小五看见新家后非常满意，毕竟自己不用再到处睡地板了。据说经过4年的进修，猫咪已经能简单和同学进行沟通了。你相信这是真的吗？